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今天说一部国产上岛片《你好，疯子》。没错，国产的哟。有7个人被关在了一家精神病院里，除了女主角小白以外，我们按照职业给其他6个人命名。他们分别是给坏人辩护的律师、抱怨堵车的出租车司机、要给6岁女儿过生日的兽医、脾气很好、总是被学生欺负的老师、靠和客户上床签合同的女公关，以及阿拉斯加视频网的记者。大家都讲起自己来之前的记忆：律师突发哮喘，司机发生车祸，兽医电梯因故障坠落，老师被黑板砸到脑袋，女公关被关在厕所缺氧，记者拍摄现场遇到爆炸。只有小白不但没有工作，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难道是精神病院抓错了病人？房间里还安了几个摄像头，说明医院的人在暗中观察他们。每天都会有人通过一个小铁窗递进来一盒饭和几片药。大家一致认为，如果吃了药，不就承认自己是神经病了吗？记者把饭也全部倒掉，提议大家绝食抗议。然后除了小白以外的6个人就被抓到院长办公室坐上了电椅。6个人都拼命想证明自己是正常人，不是疯子，你们医院抓错人了。但是院长说，疯子当然不承认自己是疯子，不吃药我就电你们。电完以后又把他们关了回去。小白说他害怕电梯，所以吃了药。因此记者认为小白是个疯子，把他关进了笼子里。说一说精神病人有3个特点：不能连贯的进行思维逻辑，不具备集体意识，情绪波动大，喜怒无常。所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疯子，大家又开始大合唱、月亮之上，集体跳肚皮舞，反而越来越像疯子了。律师又说，监狱里只要发生打架斗殴，狱警就会出来阻止，所以大家又假装把老师打了一顿。谁知道记者假戏真做，差点把老师掐死，幸好被司机所救。喜怒无常的记者被当成疯子，代替小白关进笼子。司机因为上一轮团战表现突出，代替记者成为新一任意见领袖。他说绝食这么多天一点卵用都没有，所以饭该吃还是得吃，药留给记者这个疯子吃就好了，不吃我就打断他吃。司机掌权以后越来越嚣张，甚至想要强行和女公关啪啪啪，遭到大家反对以后就对众人大打出手，最后被大家打晕，关进了笼子。在摆脱了司机这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以后，律师、老师和兽医3个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开始控场。这个3人民主议会通过的第一项决策就是提议大家将计就计，承认自己是疯子，配合治疗。这样医院看到大家病情好转，也就会把他们放出去了。然后所有人都穿上了精神病人的制服，开始装疯卖傻，甚至为了抢药吃、唱歌跳舞、啪啪啪扇自己耳光。小白看着大家自虐，非常心疼，大喊一声不要再打啦，然后也开始扇自己耳光。他的表演生动细腻、独树一帜，兼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和布莱希特的建立效果，成功赢得了6位评委的转身。我是说直接把其他6个人看傻了。小白吃完药以后，院长打了电话说，你们7个人中只有1个人是疯子，只要把这个疯子找出来，我就把其他6个人都放了。律师、老师、兽医3人组一致认为小白最像疯子，因为只有他1个人没有工作，而且也没有被关进来之前的记忆。但是记者、司机、女公关3个人却提出反对，既然大家是一起被关进来的，就要一起出去。6个人分成2组，来了一场3v3。打到一半的时候，大门突然打开，除了小白以外的6个人全部跑了出去。小白眼睛一闭一睁，哎呀，怎么又回到了7个人刚被关进来的时候？小白因为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被其他人逼到了墙角。这个时候院长现身，向6个人发问。他问兽医，你为什么总是给女儿过6岁生日？你记得她4岁、5岁的生日在哪里过的吗？他们老师，你为什么总是上同一堂课？你记得自己教哪个班级，在哪间教室上课吗？他们律师，你擅长的是民事案还是刑事案？你记得自己的辩护人的性别和样貌吗？他们女公关，你总是靠陪睡签合同，那你记得合同的内容和客户的姓名吗？他们司机，你总是抱怨堵车，但是为什么你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条路上堵车呢？他对记者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阿拉斯加视频网，你根本就不是个记者，你们6个人全都是假的，一直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着争吵、打架、互相伤害。相信看到这里不用我剧透，你们也猜到了，这6个人都是女主角小白想象出来的。小白确实是精神病人，患有精神分裂，具备多重人格。他从小就没有父亲，所以幻想出了整天给女儿过生日的兽医。他特别讨厌老师，所以幻想出了脾气好的律师老师。他饱受外人非议，所以幻想出了能替自己辩护的律师。他渴望变美，所以幻想出了会打扮、会化妆的女公关。他渴望爱情，所以幻想出了自己心中的完美恋人记者。他渴望自由，所以幻想出了性格豪爽的出租车司机。精神病院的院长是小白的主治医生，他催眠了小白，让小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开枪打死其他6个人格，这样他的精神病才能痊愈。但是小白早就对这6个人产生了感情，舍不得下手。最后的结局是6个人为了让小白痊愈，选择了集体自杀。但是连偏偏都没猜到的是，电影片尾曲唱到了一半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彩蛋，院长再次出现，对小白说，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。难道说院长也是小白其中一个人格？他借小白之手杀死其他附属人格以后，再杀掉小白，就可以霸占小白的身体了。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院长这个人格是善良的，他的存在只是为了预防小白以后不再分裂出新的人格。上岛片的常见套路就是设置各种伏笔，层层铺垫，环环相扣，结尾还要不停的翻转，最后留一个开放式的结局，让大家猜来猜去。你好，疯子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，甚至还有一些对人性弱点的讨论，比如权力让人腐化变质，法不责众导致暴力传染，民主只是相对的，少数不一定要服从多数，正常人和疯子到底如何界限等等。但是想表达的东西太多，反而让人觉得很多该深挖的地方没有挖到位。片尾揭露真相时的节奏也有些拖沓冗长。上岛片有很多类型，比如片之前给大家讲过穿越类的蝴蝶效应、失忆类的记忆碎片、梦境类的穆赫兰道，还有一种属于知道啥类型基本就能猜到结局的人格分裂类。这种类型的上岛片我心目中最好的3部分别是致命 ID、国际俱乐部和禁闭岛。是的，我就这么不动声色的剧透了3部我还没说的上岛片。咱们还是继续说你好，疯子吧。这是一部非常考验女主角演技的片子，其中有一个长镜头，女主角一个人同时扮演了自己的7种人格，瞬间转化，无缝衔接。就这一个镜头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完整版了。最后的最后，片片真心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优秀的国产上岛片出现。总是说外国上岛片，我都说腻了。拜了个拜。